某人的经验哦。那他是怎么样？他是高雄的大寮的小又老又旧哦，高雄的大寮小老旧各种不利条件哦，然后经过一次房地产的轮动以后，之后卖掉以后作为的头期款可以直上哪里？可以直上高雄的农16，就是这样啊哦，资产在膨胀起来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呢。你不是要赚到新的那一间房子全部就现金把它买断，不可能啊，你就是膨胀到有那个头期款就可以了。反正我在高雄哦，我们的房价还没有台北市、新北市如此之变态哦。目前这个技法还是可行哦，还是可行。高雄还是有相当多便宜的房子啊，只是那个屋龄40几、50几，或者是公寓哦，或者是老电梯大楼老好像年轻人哦就看不上了呀，觉得那个烂房子怎样配不上它。这件事情哦，具体可行，为什么操作起来好像难度很大？因为它要你牺牲哦，因为它要你忍受，它要你延迟享受。就会变成这样哦，所以这件事情很难达成。但不可否认啊，那个你经过一次房地产的轮动以后，真的很快呢，真的很快。那个我听过的例子就有高雄大寮哦，然后经过一次轮动以后，换到农16的80万头期款就上车，以租养贷10年滚出自住房头期款。先说结论哦，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无法帮忙的话，那你就是先买便宜的房子加延迟享受，让你在未来有几率能够换到大房子。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高雄人越来越有钱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可以相当简单。这是我们来聊一篇 PTT 上的讨论文哦，标题是心得哦，如何挤出钱来租房买房，现金流规划啊？那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原 po 算了一笔账，就是买跟租这两种做法在现金流上哪一个会比较有优势，然后这个原 po 还讲了一个租买混合的模式这样。那我想要讨论哦，不是这篇贴文，而是 Seca 的回文哦， Seca CECA 嘛，江湖人称高雄王哦。如果你常逛房版的话，一定都听过他的名字，看过他的文章这样。那我认为这篇回文是蛮值得参考的，因为就不打高空啊，真的不打高空啊，也没有那边怪政府骂政府啊，都是讲务实哦，就实际具体可以解决的方案哦，就这样。而且他在讲说买什么什么什么房子，直接贴591，就是不打嘴炮就对了哦。那我会把文章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你想读的话，你就自己点开来看。我大概讲一下哦，它的操作逻辑就是不要每天都在那边想说台北市好贵，台北市买不起，你就去买便宜的房子啊哦。例如说，你就先去买一间300-400万的，然后一样自备8成，可能都在基隆了哦，一样自备8成，那你就抓80万的自备，现在一定还买得到，一定哦，一定有，因为就参考它的连结，然后在附近那个有的591过期了哦，那你就看它那个地点大概在哪边，你去找一下哦。那就是远一点，然后贷款30年，利率2.5% 的情况之下，那你的房贷大概就是1.2万。接下来要怎样？接下来把这间房子租出去，租金拉高到15000，就整理房子嘛，应用到一些提升租金的技法。因为你要拉到15000，这又不是空租可以做得到的。那你不知道怎么改哦，可以去看我的会员影片，我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去改啊，把它改出那个质感啊，拉高租金，那你就可以实现房贷1.2万，租金1.5万哦。你每个月还有3000块的零用钱呢，就是这样。再来你要知道这样操作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实现租金比房贷高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不想要卖掉这间房子啦。那如果你的自住需求还没解决的话怎么办？去租套房。你自己有房子但你不住里面，你去外面租一个学生套房反正我们男生都没差嘛或是就去，反正就是这样去租房子。那你的租客已经补贴你的房租了你怎么租都划算。更有极端的做法是就上那种隔套的，你知道，然后自己住一间，然后其他3个房客住，就这样啊这个不只是什么都市传说，我还有观众呢就直接来跟我讲他现在就是这样子住，存钱速度就很快。好，那此时你可以取得什么效果第一个，你名下有房，就便宜的房还没有还款的压力。第二个，你就可以把它报到赚钱再来卖因为你没有压力嘛，所以房地产的冷跟热就跟你无关嘛。然后你买这些400万的房子屋龄应该已经20比较难可能已经30了以上，所以缴税什么的你也不会痛，那你就长期持有嘛，持有到它涨为止啊。
第三个是你有钱是可以拿出来用的，就是你房贷缴一段时间以后，比方说2年3年，你可以怎样再转贷啊、增贷再出来啊，看你要去买车还是要买股票，就是说你会有一笔便宜的钱可以拿去用啊，可能是投资，可能是干嘛这样，那你的财富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子滚起来。但我也是要老实跟你说，这个过程你的心态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是你明明自己有房子，却还要寄人篱下，自己在那租房子嘛。然后我们前面讲的房子出租以后，虽然可以拿到3000块的零用钱，但是实务上还是会遇到什么空租之类有的没的所以不见得就是一路那么理想，可是已经相当理想了确实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延迟享受嘛，延迟享受，就你现在辛苦一点，总是比在60、70岁以后你自己没有房子在那边颠沛流离还好吧？什么辛苦一阵子，不要辛苦一辈子嘛，同样的道理啊。最后你要知道，做最低风险的事情来赚钱。我们今天讲这个剧本基本上就是一个不会输的剧本，因为你可以比其他同年龄的人怎样更早买房。例如说，他们想要买新北的房子，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新北台北市就一直存，一直存，硬存，存到35岁、45岁就都还在存才存到头期款，然后中间眼睁睁看着房价高起来。但是你可能20几吧，25、26、27就可以买了，要就是头期款80万拿出来就赶快去买了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单挑的是比他们领先10年前的房价嘛，那你自然就可以吃到这中间10年的涨幅。好，那假设这10年之间，你买的这间房子涨了100万好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拿这个100万赶快怎样？赶快再去做其他的处理嘛，自产啊，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自住的压力也把它解掉嘛，在一样差不多便宜的地段，你看你怎么样去生出一间房子让你自己住嘛之类的啦那你就是先搭着资产的车先上资产的车，然后安心过日子啊。中间资产没涨就没涨，反正你有租金那如果有涨起来那你就离这个小换大旧换新或是结婚要买婚房的目标就距离近很多了。我未看先猜你之后再去处理你的资产你就会有头期款，你可能还是中间10年也不能摆烂还是要存钱，还是要干嘛，但是至少你会比很多根本就没有上车这边硬存钱死存钱的人，你是多享受了一段资产的增值就是这样。那当然你要靠这种便宜房子直接去累积到台北是数千万的头期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买新北新北幅员辽阔，而且其实有些偏僻的地方我们觉得偏僻，但是它其实自强号有停，不是不能考虑。然后还有基隆嘛，像我就知道内湖科学园区有非常多基隆人来这里上下班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延迟享受，延迟享受。好，那你持有这个便宜房子边收租边等它膨胀的这10年之间，你的风险是什么？台股血星期日美股4次熔断，请问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啊，对不对？你就是抱着一间房子，你持有这间房子，你还没有压力嘞，该上班上班，该加班加班，就这样存够了，或者说涨够了那你就更有筹码去操作下一家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这就是很安稳很安稳的剧本啊。所以我有时候在看那些酸民就想说房子好贵买不起，居住正义房东去死什么有没的，他想买的话还是买得起，只是说他就是怎样，他就是认为大安森林公园第一排高楼层正三房平面车位有景观，他觉得那才叫房子，你知道才配得上他。那个基隆公寓300万400万，瑞芳公寓300万400万的东西，那就不叫房子他就不要同情，他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住到超顶规的房子，也就是说人生胜利组的终点在做房，他认为那个才叫居住正义。那有什么办法？你换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会给你这种条件的就是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资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
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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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至少这个今天我这样子讲的东西是怎样？是具体可行的，对不对？是具体可行，我们没有打高空打嘴炮或者什么的，他就便宜的房子嘛，按就忍受通勤时间嘛，然后就先搭上资产的车再说啊，就是这样。你看有多少人存了10年的钱，然后现在要面对涨了10年后的房价是怎么弄你先有一个小，然后就换大，再换新，小换大旧换新，你不要觉得很那个小换大旧换新某人的经验那他是怎么样？他是高雄的大寮的小又老又旧高雄的大寮小老旧各种不利条件然后经过一次房地产的轮动以后，之后卖掉以后做的头期款可以直上哪里？可以直上高雄的农16，就是这样啊资产在膨胀起来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呢。你不是要赚到新的那一间房子全部就现金把它买断，不可能啊，你就是膨胀到有那个头期款就可以了。反正我在高雄我们的房价还没有台北市、新北市如此之变态目前这个技法还是可行还是可行。高雄还是有相当多便宜的房子啊，只是那个屋龄40几、50几，或者是公寓或者老电梯大楼老华夏，年轻人就看不上了呀，觉得那个烂房子怎样配不上它。这件事情具体可行，为什么操作起来好像难度很大？因为它要你牺牲因为它要你忍受，它要你延迟享受，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很难达成。但不可否认那个你经过一次房地产的轮动以后，真的很快呢真的很快。那个我听过的例子就有高雄大寮然后经过一次轮动以后换到农16的，好，然后又那个高雄大寮换到合体社区的高雄大寮换到正市中心的前金区的都有啊这大寮也创作出了很多了不起的故事啊。所以你小换大就换新，你先上车，你先上车以后经过一次房地产轮动很 OK。按说这中间房价如果跌了怎么办？跌了你有差你现在不是买便宜的房子来收租吗那在收租的时候你整理过房子，租金拉高，你基本上持有无压力，所以可以怎样？可以抱到房子涨为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房地产派的解法。如果你生性比较积极进取、进攻型的话，那你就做股票那你做股票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我这个我就很有印象，就是其实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不太会讲房子的事情，几乎不讲就是有来问我才会讲因为觉得会很被那个嘛仇视嘛那大家没房过了好好的按你说你有房子，我就变敌人了反正大概就这样那我听他们在讨论我先说我们要嘲笑什么同事的意思但是我听他们讨论这时间点是2024年的时候也就是房地产开始在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说要存股呢存那个股票有点夸张，有点恐怖。好，存股就存，然后0050什么的，然后还有一堆，我听他们在讲的你看今年这个清明年假是不是遇到了一次这个血腥7日？如果他能够坚持下去，继续去存股也行啊。但我相信非常大量的人根本经不起这样子的。你以为存股是这样你的钱会慢慢的在那线性的往上，不是，它中间曲折到爆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撑不住啦。可是如果你选房地产的话，就抱得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房地产哦，你看哦，以那个做股票跟做房地产的人来讲，3年计划对做股票的人来讲超级久，这就是超长期的投资。但是3年在房地产的这个流派来看，这个你要放满5年吧，房地合一税才会低呀哦，所以操作的周期本来就不一样。我们生性保守、胆小、输不起，先做房地产，然后小换大、旧换新就好。那个小换大、旧换新，如果你在北部还要再加条件，你是小、老、旧哦这种东西没关系啦，你先上资产的车再说，总是比你那边框框存钱哦，努力去存现金。现金我个人觉得很危险，很容易被花掉，你就把钱放在房子里哦。那之后有涨算赚到没涨没关系就是收房租都 OK 哦。这做到具体可行的路，这是我欣赏他的原因。不然其他很多那个房地产的酸民一出来就喷政府政策，一出来喷北欧国家，一出来喷居住正义，你到底在讲什么？就具体一点好不好？大家都出社会了，讲点空泛的东西，具体可行的操作步骤谁看文章把它写出来呢？对啊，买什么房子直接贴给你看呢？就这种房子你自己去看你喜不喜欢？你不喜欢可是如果有个年轻人照着去做的话，胜率很高就真的胜率很高。为什么？他又能延迟享受，他又比同龄人先上房地产资产的车，他的租金冲贷款还有剩下钱，他要怎么输？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